从高一开始，刚一进班，她的微笑让我感到很甜蜜，我就迷上这个女孩。当时我们两个人两小无猜，我们感情很甜蜜。因为身体元素吧，我考试失利了，所以我决定一个人独闯天津。最终我决定还是把这份稳定工作放下，到天津去找她。我发现他完全没有上进心，总是沉迷于游戏和喝酒中来逃避这个现实。他总是在谩骂我，总是用语言去侮辱我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，牵起我的手，给我一个未来，不然我们就只能说再见了。这是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一个提问：亲爱的，我真的很累了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分担呢？她希望对方分担的是什么呢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个题目。男主人公杨凡23岁，来自宁夏，待业；女主人公娜姐24岁，来自宁夏，是一位销售。来，有请2位。欢迎2位哈。主持人好。看小片听你们说话挺亲切的。我的这个高中时代也是在那儿度过的。几中的9中的。9中考大学应该没问题啊。我们俩从高一开始在一起，可能就是或多或少的影响学习，然后就成为了就是重点高中毕业，然后但是没有考上大学的，我们俩就双双就落榜了。我性格他比较刚烈吧，我觉得不甘心啊，然后我爸妈又不同意复读，我就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我就一个人来到天津，然后这边打拼。18、19岁，充其量20岁就一个人独闯天津了啊！小伙子那会儿呢？他完全可以有机会复读，但是他没有选择复读，他连这样一个上进、想去攀登、想去证明自己的机会都不会再给自己第2次。为什么不复读呢？学不进去了。家里面亲戚在那边给我找一份工作，能吃饱穿暖。那你跟大家说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？能挣多少钱？能干嘛？能证明自己能力吗？你跟大家说一下。我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可能就是老实一点，然后不善于交际呢。老实不是理由好吗？好嘛，够厉害了你这个，你让人把话说完嘛啊？人家既然问了，你就跟大家说说吧，是一份什么工作呀？收入是多少啊？就是仓库管理员，用电脑做一些仓库进货、发货等这方面。这不挺好吗？我也觉得就。收入呢？收入1个月1500。我觉得他也就只配拿着1500，他连自己都没有给自己一个上进心的机会，他怎么可能证明自己？你觉得不上进啊？对，然后我到天津来了1年以后，他号称是思念我，追随我来了天津，我就是去鼓励他去外面找工作，但是他总以自己不行为理由，找了几个工作都是以惨败告终，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原因还是公司的原因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说你每天你在家里面你靠着我养，你怎么可能？然后我通过我的关系，客户帮我找了一个工作，介绍他去。在介绍他的之前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要证明自己，给他打了很多的气。他说好，没问题，我试试。3天以后，我打电话我问，我说怎么样啊？他说我在网吧，那份工作我做不来。我说你做不来，你总跟我说声你辞退了呀。那个客户的面子我以后怎么去担当？也许他努力了，他能力不行呢。我们俩都没有大学文凭，凭什么我能在天津站住脚，而你不行？因为你能干呀。不是我能干，是人都能干，就看自己愿不愿意干。可能因为比较老实吧，我认为能你愿意干的话，你会幸悄悄的把这个工作辞退吗？因为那份工作我就不适合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这是一件事，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生气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从超市出来，因为工作的事儿，我们俩争吵起来。你跟我心平气和去吵，他没有，他在街上开始墙砸地，你知道吗？自虐，砸的手整个全浪了。如果当时有把菜刀，你是不是能剁了我呀？当时我根本插不上话，就根本就像现在这样，根本一句话都说不了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我就是辞退了这份工作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机会。怎么没有？你怎么可以给我机会？我怎么没给你机会？每次一问起这个的时候，你总是沉默。
我现在才20多，人生有几个7年？我把我的1/3的时间我都给了他，我给了他，我现在呢？现在整个我们俩的天全是我一个人扛起来，我不需要找一个为我能扛起一个天半边天的男人，1/3天、1/4天总可以吧？你行吗？他总说我说他废物无能，但是我没有说。你跟我说你的原因啊？你没有说过吗？我怎么说过了？我每次都是心平气和的。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？这是要问你自己啊。好，我听听小杨说啊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一肚子委屈。7年了吧，就是想说高中的时候很快乐，因为一件什么事？感情里没有现实好吗？你不要再沉迷于这些，就是跟你沉迷于网络游戏一样，行不行？能让他说完吗？他说这些我就不爱听。这我爱听啊，你让我听啊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心脏可能不太好，是一件很小的争吵事，吵着吵着突然就晕倒了。你说给谁都很害怕，以后再吵架我会迁就着他，我能忍就忍。你别再找理由了好吗？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，你还不清楚我的目的吗？我就想给你一个机会，逃避这样的现实，你要逃避到什么时候？你还是一个男人吗？你靠我去养活。小杨是这样吗？他还能说什么？这都是事实。你跟主持人说说你现在的经济来源，他现在租房的钱都还是我在给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说你靠得住吗？我没有说让你站在我前面为我挡风遮雨的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我只希望你能站在我背后给我一点鼓励和安慰。你能不能闭嘴？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我总是一味的在想你的感受，而我呢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总是一味的要求。我做这么多，我为谁呀？我闲着没事干，我给你找工作，我怎么不给陌生人找工作去？你吹枪砸地，我心疼你，你把手砸成那样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个，可能有些。我能发泄什么？小伙子，先平静一下，来，放松啊，没事。你放吧，你直接放吧，没事。这是在小杨比较激动的时候，我们给他放了一组他们可能恋爱最甜蜜时光的一组照片。小杨的情绪是平静下来了，娜杰的情绪倒不稳定。娜杰现在给你提一个要求，不再说什么，听一听好吗？小杨，你告诉我哈，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是希望能回到银川，最好就是能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回去，因为父母都在那。你的父母喜欢他吗？喜欢。我父母就觉得我可能比较老实，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，就是希望他能帮助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是像他所说那样整天在玩网络游戏？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。你在躲避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，比如说帮忙去填一份表，这份表我会问4、5次，我说这份表格是不是这样做，是不是这样填，完全没有自信，就是所以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去做，而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因为他。你是觉得跟他在一起，他让你失去了自信是吗？对，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压制我，我总是在听他的，就是因为害怕吧，害怕他可能有心脏呀、身体不好呀。你有想过跟他分手吗？因为快乐的时光，就像刚才看那些，就是这些回忆
让我一直都没有想过有分手这么一种想法。但是这段时间就让我很烦、很迷茫，不知道怎么。刚才在他说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忍了很久，觉得特别没面子，然后才爆发？一直都在忍吧，习惯问题。娜姐有意识到说自己有时候确实做过了。因为我说话不经大脑思考，然后我说的一些话呢，就是特别尖锐。这一点我爸我妈从小的时候就跟我说让我改，然后我就慢慢的改。但是我没发现我的刺儿能刺到最轻的人，我其实没有。我只是想让他前进，我只是想让他给他一个动力。你考虑过跟他一起回去吗？我就觉得临床的舞台不够我发展，我才来到天津。他说现在让我回临床，我很犹豫。但是这边的生活很累啊，回到银川安安稳稳，我觉得这很好。回到银川站没有人逼你工作了，你就可以吃爸妈的是吧？你是这样想的吗？只要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，我也能行。我也觉得我能做出来。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跟我撑起一片天，然后把爸妈接过来，然后住在天津呢？你说你来天津这么长时间了，爸妈还在给你负担你的生活费。这里不适合我，我怎么去做呀？不适合你，然后你就放弃是吧？你就逃避是吗？不适合你总想着去改变自己，怎么去应付这个？好，不讲了，特别像上课啊。我们听听其他3位老师的课啊。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娜姐，首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个人摔伤了，倒在地上，倒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怎么样？服啊。服。倒下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是杨帆。他摔伤了，他有几处伤？第一处伤，高考失利，你也一样，但是你们彼此扶持，很快痊愈。第二个伤，因为你独自来到天津，他为了结束相思之苦，放弃自己的工作，来到天津跟你在一起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找到的工作，他想做，他做不了，不管是失败还是被辞掉，这是又一次伤。你的指责甚至打骂又是伤，所以他伤得很重。在这个时候，不能因为他的懒惰而拿着鞭子抽。这是你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是帮他，扶持他。压力有个曲线，当人没有压力的时候叫轻飘飘，如果压力太大了，他已经摔伤了，爬不起来了，你再给上2脚，他只能死得更快。老师，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在天津，我一个人打拼，我已经伤痕累累了。他来天津，他是一个爷们儿，他来的是鼓励我、安慰我。但是我得到的是，我还要扶起跌倒的他。同样都是受伤的我，怎么样去安慰一个受伤的他？好，你的苦、你的压力，我们都承认。但是现在你是站着，他是躺着。他可以做男人，他可以做一个更伟岸的男人，但是不是现在受伤的时候。你要在不同的时候给予不同的方法。在这个时候，应该给他更多的鼓励、支持。他所谓的玩游戏，还有沉迷，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。既然你说你俩都是有压力的人，就不要再互相伤害了。刚才我们也看到他有点小失控。现在我征求你的意见，首先，愿不愿意用几分钟时间，我帮助他疗下伤，也帮助你了解他真正心声是什么？同意。同意是吧？好，那这样，杨帆，把你的心声说出来。来把你的压力释放一下，未被释放的压力情绪是什么？是毒素，有一天它会发狂，所以必须要释放。我给你做一个示范，这个动作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他，大声告诉他你对他心中的不满是什么。开始。试一试，这是勇气。我觉得我是个男人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每一次我什么时候都是在为你想，天天的宠你，天天的宠你。你有没有对我考虑过？想过我什么？你有没有理解过我？做了这么多，得到啥了？害怕你难受，害怕你伤心。像我同学、朋友都说，这样值得吗？这些苦我都自己咽下去。你知道吗？娜姐，
其实你一直不觉得自己对他的这种语气是什么，说的多，你干的就多，那么他干的也就少，所以多一点倾听，让他展示的机会，哪怕是发脾气，这样的话，他的压力才能慢慢去释放和减轻。既然你想帮助他，也应该去以平等姿态去帮助他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。苏老师，我总结娜洁哈有2句话，叫做过早的进入了妻子的状态，提前进入了母亲的状态。对，很多女孩都这样，一旦进入了这个恋爱的稳定期吧，就一下子就把自己当成他老婆了，然后一下子就把自己当成他的母亲了，完全不再像一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一样。但是我觉得啊，这种状态不见得是好的，过早的进入了那种疲惫期。其实你们可能只有23、24岁，非常的年轻。但是从你们的交谈和对话当中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年纪应该有的那种感觉。他们更像是一对30岁往上的，已经结婚7年之后的夫妻，经历了7年之痒，彼此都有点疲惫，一肚子的苦水都在倒苦水。在这么好的年纪，为什么要提前进入30岁以后那种柴米油盐，让人觉得特别琐碎的阶段呢？其实你要知道哈，你为他安排的越多，这个男人他的能力丧失的越快。尤其是一个23、24岁的小伙子，他正是处在那种特别叛逆的阶段。你一天一天的用那么高的语调、那么旺盛的那种气焰去表达他有多么不堪，你觉得这个男人会回报你特别完美的一面吗？我真不觉得他回到了老家，回到了宁夏，还会继续的靠爹妈养着，会去天天打游戏去玩儿。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也许真的有人鼓励他，重视他。当一个男人被鼓励、被重视的时候，他回报你的那种姿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谢老师，我觉得我们不是7年之痒，是7年的刺痒，就是又痛又痒那样。娜洁啊，泼辣尖刻并非我的本意，柔情似水才是我的初衷。只是我恨，为什么杨凡你总是不争气？但就是这个不争气的男人，窝囊的男人，沉默的男人，这7年来一直在守候着你。杨凡，窝囊无能并非我之所想，敢于担当才是我男儿本色。只是我恨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的说话？但就是这个看似泼辣的女人，在默默的爱着你，在鞭策着你，催你奋进。有些人表达爱的方式是很犀利的方式，像娜洁；有些人表达的爱的方式是很含蓄的包容，像杨凡。但再泼辣的人，他会有累的时候；再能包容的人，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。如果娜洁在敲打杨凡的时候能问问你疼吗？而杨凡在包容对方的时候能问问你累吗？那我想你们不会到今天这个状态。野蛮的女友，朴实的男友，绝对是爱情中的经典。如果能够互相更加包容和互相的去欣赏对方，一定能成为永恒。我特别提醒娜洁，你考量一下，如果我全心全意的付出，找一份好工作不难，在这个时代，对吗？认可吗？认可。我全心全意的付出，我8心8肝的流泪流汗流血，我要找一个可心的爱我我也爱的伴侣，你觉得是容易还是难呢？难。啊？难。为什么最珍贵的东西摆在眼前，恰恰又不去珍惜呢？听你们朋友的意见吧，来踏浪旁观者清。今天来的是谁的朋友？我是娜娜的朋友。我觉得娜娜她一个女孩子在天津闯荡特别的不容易。那时候她每天蹬着5厘米的高跟鞋，然后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去。不，这很正常啊。这个时代的职业女性都要这样啊。对。她有什么不容易的？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她一个人在天津。女孩子怎么了？她选择了职场就得这样啊。娜娜舒服吗？我这么跟你朋友说话舒服吗？但是我从来不这样跟我的朋友说话。你比我这还厉害的跟他说话。您接着说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一天之中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杨凡通电话的时候。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很坚强很强势，但是我想说他内心其实也是个脆弱的小女人。还是希望他们能一直走下去吧，7年了毕竟。
没错。听听你母亲的一个电话采访吧，给娜娜听一听。来。杨凡和娜娜是从高中开始就在一起，家里人都反对，因为毕竟两个都是重点中学嘛，影响学习，怕耽误以后前程的。但是这个孩子还是不听话，高考失败以后，儿子不想复读，就没办法，在一个朋友公司给他找了份工作，当那个仓库保管员。后来吧，听说娜娜直接去了天津，然后杨凡在家干了1年以后，又说是又想去找娜娜，然后又跑到天津去找娜娜去了。他跟娜娜现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，听说也不是特别好。毕竟杨凡这个孩子比较内向，我希望他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娜娜，不要沉迷于网络或是自负的一面，希望他能看得更长远一点，好好的去努力去争取。娜姐，我没别的意思哈，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所以你自己说你拼搏的满身伤痕的时候，当时我就笑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笑出来了吗？所有有过飘的经历的人都经历过你这些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夜晚看着楼里面的灯一盏一盏亮着，于是在一个漂泊者的心里在想，哪一盏灯是为我开的呢？都渴望一个家，都渴望一个可以依赖的人，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，恰恰忘了我们所有打拼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要一个爱人，相守到老。在你们要做最后的表白之前，我让你们去回顾一个细节。你们那个小片编导给了一个镜头，是一枚戒指。编导跟我说，好像这个戒指里是有一个故事。谁能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？两位年轻人。我说一半，他说一半吧。好啊。当时毕业了，我要走天津了，就舍不得呗。两人就是老是泪眼婆娑的看着对方。有一天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他要带我去买戒指，因为我手比较小，然后转了大半个商场都没有我的戒指。于是第二天我就单独骑车子跑去那条街，就是各个卖戒指店，然后去转了一圈，发现没有一个能适合，全都太大。最后我就问那个老板，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他跟那个厂子就打个电话，然后就定做了一份。然后这个戒指说穿了其实挺可怜的，就是一个纯银的，然后上面带着水钻，就是假的。然后我朋友都还问我说，干嘛戴一假戒指戴这么多年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直戴着，都戴习惯了吧。杨帆，我想在哪儿闯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一个独立的人。你在表现爱的那一面的时候是很担当的，很男人的，但是为什么面对那些生活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能再男人一些呢？对小娜来说，大概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忘记珍惜已经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表白时间，说出自己最真心和最真实的想法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来，两位。那我觉得7年了，说长说短，只有我们自己能明白。我们笑过，争吵过，也喊过，也骂过。有时候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强势，你能真正的为我稍微着想一些。我愿意去努力。我认为只要我去努力用心，我能找到一份适合我自己的工作。以后这个家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肯定会自己去承担。我会养你，而不是你所谓的让你去养。最后就希望你能真的跟我一起去回银川。好了。对不起吧，可能一直是太强势，强势到站得太高了，自己都看不见自己脚在哪儿了，有点撅不着了。我觉得我不是不珍惜，而是太珍惜了。就如同你握一把沙子，沙子会从指缝中流走，而你轻轻地捧一把沙子，沙子是不会流走一样。牵起我的手不难，1/3的天也不难，就看你愿不愿意。两位请回吧。先等等，你能有明下来的这个叫我一声宝宝吗？宝宝。
来，请关门。你们觉得是祝福他们呢，还是不祝福？请选择。93.10%的现场观众都觉得这两个人应该在一起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他们自己的决定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站在中间来，别给他太大压力，慢慢调整，好吗？两个人慢慢调整。来，小朋友，戒指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饰啊！来，求一下。那不管今后如何，我肯定会像个男人，永远爱你，直到天荒地老。嫁给我好吗？感谢金立智能手机 eLife 系列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物。